所以我经常讲啊，经常告诉我们的学生，这个思想呢，不仅能养生，还能生养。这个不是骗你啊，我们有很多人来印证啊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想要小孩，要不上这个什么原因有很多，这个原理讲起来，我们可以专门讲2节课。首先，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食物，你看我们吃的这些东西，要转基因，3代绝种你能生吗？然后我们吃的馒头是吧？发面用的这个酵母粉，你没法留面头了，绝种不能留种我们的粮食种子，你从种子站买的，能留种吗？我们吃的东西都不能留种，我们还能生小孩吗？现在还在提倡生3胎，怎么生是吧？我们可以试试，用古琴试试，调节阴阳，试试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秦代没多大变化，对这个古琴的认知没有太大变化。到了汉代依然是这样。那么它唯一的不同呢，就是更加的注重它的理气的作用，规范。我们看这个西汉时期，有一位大琴家在琴史上的影响非常大，蔡邕，就是蔡文姬的父亲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著有这个琴草首席伏羲式作琴，他认为是伏羲式作琴这个呢，我们少说2句我个人认为伏羲式时期呢，做琴不太现实因为那个时期，首先有一点，它还没有农业，还没有种植像桑蚕还没有出现。那么这个琴弦呢，就不可能是丝的，即便是有人说是用动物的筋来做的，可不可以？可以西方呢，比如说他们的小提琴这些弦乐器，就是用这个羊肠来做的，羊肠弦。那么你用动物的筋皮来做的这个弦儿的话呢，它还是琴吗？我们看那个琴怎么写甲骨文里面没有，看乐，甲骨文乐有，上面是丝下面是这个琴的这个木架，没有丝它就不能叫琴了伏羲式作琴干什么呢？以玉胁辟防心淫。玉，刚才我们讲到玉此处呢就是有防御的意思，抵御。胁辟，胁辟是什么我们
传说当中啊，这说这个禽呢可以辟邪呀。你说这个邪没那么邪，邪僻其实就是一些是非、不吉利的事情，对我们不好的事儿可以防御。防心淫邪僻是由什么产生的？是由心淫产生的。心淫是什么？这个淫这个字我们当代理解呢比较狭隘啊，认为就是引导啊，而实际上呢，它含有这个内容，但呢不仅如此，它是指过度啊，我们的欲望过度。心淫，这是。下面是以修身理性，犯其天真也。修身理性，我们现在很多秦家都知道说秦干什么的？修身理性的。那么什么是修身理性？怎么修身理性？我们可能就说不上来。很简单，修身修正改正身行为就是改正我们不好的、不对的、有害无益的行为，这就是修身。理性呢，性就是心。刚讲心淫。过多的欲望，理一理，梳理梳理，清理清理，这就是修身理性。清理我们过多的欲望，改正修正我们的有害无益的行为，这就是修身理性。反其天真呢？反还原。我们古人认为天人合一我们本来是天真的。我们看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讲开篇就是上古天真论，天真是什么样的，里面讲的很详细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说这人真天真呢，是吧？装傻充愣那不叫天真。我们去读《黄帝内经》简单理解，天然的、真实的、符合大自然规律的行为，这是天真。那么蔡邕的这个秦论呢，就是他的这个理念，在整个汉代基本上是统一的。我们看这个到了东汉时期的杨雄，这个班固所著的这个《白虎通义》上面都有讲解。《白虎通义》怎么说？最有名的这一句班固所讲：“秦者禁也，禁止的禁，所以禁止淫邪，正人心也。”它是用来禁止淫邪、正人心的。也就是一种戒。刚才我们讲了，淫邪是什么？就是过度的欲望。欲邪避也是讲这个。是
配置了琴瑟放在家里边，它作为一个警示、提示。我们在抚弹的过程中，按节而操，按理而操，就能起到这个效果，心就能正啊。那么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啊，讲到古琴的，就是桓谭，也是东汉时期的。他的这个《新论》里面有，他是讲的神农氏了，他昔神农氏既伏羲王天下，上观法于天，下取法于地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消同为秦，生死为先。讲这个过程，上观法于天，他要总结出大自然的规律；下取法于地，都是根据大自然来的。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和我们的身体，谈到我们的身体了。所以后面我们有课程专门讲解这个琴体的时候，我们会讲和我们身体的关系。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，讲这个琴的构造，就是模拟宇宙，模拟我们的身体。消同为秦，同梧桐嘛，生丝为弦，这个丝线嘛，干什么呢？这样做了琴干什么呢？他说，以通神明之德，和天地之和也。通神明之德，这一听又是迷信了，通神了。那么什么是神明呢？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这个神明和西方人不一样。我们不是那种造物主不是这个神秘异能。这个神是我们自有的，精气神的神。说你目光炯炯有神，这就是神。通神明之德，你有神你就明啊。我们当代人，这个很多人神都是涣散的，他不具神分神分得太厉害事物太多了，信息量太大，神形涣散。你这个神明之德怎么还能通是吧？神明之德是什么德？德就是一种操守，一种行为。道德，道就是大自然规律，德就是按照大自然规律去做人做事。通神明之德，和天地之和呢？天地就是大自然，我们一再讲嘛，是吧？那么我们怎么去和大自然的这个和呢？